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也和印度穆斯林一样，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原因也与后者类似。1947年10月，尼赫鲁的妹妹、印度驻联合国大使维贾亚·纳克西米·潘迪特致电他的哥哥，称阿拉伯人的要求是基于同样的自决权和自由原则，而印度国民大会党一直为之奋斗。在辩论期间，印度媒体强烈支持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领导者报、孟买纪事报和国民先驱报都与印度国民大会党有关联。他们都指出，英国在印度有利用宗教作为分而治之策略的传统，并且考虑到该国最近的悲惨状况。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巴勒斯坦的未来时，不应将宗教差异考虑在内。印度时报的观点也与政府的立场相近。在1947年全年和1948年上半年，该报谴责分治，支持尼赫鲁提出的巴勒斯坦国方案，并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描述为狭隘的、本质上是自私和宗派利益的鼓动者和受害者。然而，在1948年9月，印度时报承认，实际和有效的分治已经通过犹太人的武力实现了。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这种实用主义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在阿拉伯世界或者就此而言，在欧洲都更难去灭欧洲人。他们曾犯下纵容或从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获益，他们有既得利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以此作为一种赎罪的方式。或者对于那些仍然持有反犹太主义观点的欧洲人来说，他们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将幸存的犹太人赶出欧洲的一种手段。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集团的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劳工运动有着长期的联系，而后者是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这些政府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国家中看到了志同道合的精神，以及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帝国主义的打击。在法国，尽管外交和情报部门警告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可能会损害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但政府和公众舆论都倾向于支持建立以色列。唯一的例外是天主教会，但那时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影响力。对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情，对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发挥突出作用的犹太人的声援，以及对战时对犹太人的冷漠或直接与德国人合作的未被承认的内疚感，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人们经常将巴勒斯坦的犹太战士与法国乡村的游击队员马基抵抗组织相提并论。1947年末，当3名犹太男子因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伊尔根走私武器而受审时，左翼和戴高乐派报刊的报道都对被告表示同情，法官也是如此。他在宣判其中1名男子无罪，并对另外2名男子处以轻判时，就明确表达了这种同情。著名的《世界报》在报道以色列向巴勒斯坦走私飞机的事件时，也难以掩饰其兴奋和钦佩之情，称之为辉煌而大规模的即兴之作。约瑟夫·凯塞尔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记者，一位俄裔立陶宛犹太人。他以小说家《白日美人》的作者的身份获得了文学声誉，并于196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他从巴勒斯坦发回的战时报道中，这些报道在法国主要报纸上发表。凯塞尔用反映当时普遍犹太人情感的语言战压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例如他对以色列人黝黑的皮肤、冷静的举止、奉献精神和敏感性表示强烈的钦佩。他还通过明确提及马基抵抗组织、游击队员和殖民战争的传统来与他的法国读者建立联系。他写道，犹太国家是广阔的马基，其在战争中的行动是马基式的远征，像马基游击队员一样，他们没有制服，只拥有轻型武器，并对自己的性命和面容保密。凯塞尔将他遇到的非凡的犹太人民描述为构成了一种聚集在其祖先土地上的外籍军团。凯塞尔还经常对英国进行充满敌意的指责。尽管法英2国在战时结盟，但2国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竞争关系。凯塞尔将英国视为犹太人真正的敌人。报道带有一种基督教视角，关注的焦点在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否都对圣地构成威胁。
凯塞尔是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身份写作的，但他的作品发表在法国的主要报纸上，读者群体主要是非犹太人。他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在非犹太人的批评面前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不如说是在得意洋洋地叙述一个马基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建立。这个国家由来自中东和欧洲的犹太人组成，他们肤色或深或浅，并且肩负着对凯塞尔笔下落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行文明开化的使命。发得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来源众多，从内疚到同情不一而足。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既是定居者殖民主义，又根植于集体抵抗和解放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尽管如此，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情绪以及毫不掩饰的反犹太主义仍然在欧洲幸存下，包括在那个犯下大屠杀罪行的国家德国。直到1949年，德国仍处于盟军占领之下，没有独立的政府，因此很难了解高级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当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真实看法。但是尽管受到盟军的控制和审查，德国仍然拥有相对自由的媒体，其对巴勒斯坦的报道令人惊讶。从1947年11月底的分治投票到次年6月中旬的第一次休战，巴勒斯坦定期占据了德国主要报纸的头版针，某些时期甚至持续数周之久。1948年受欢迎的新闻杂志《民进周刊》在第29期中报道了以色列。相比之下，中国是20期，希腊为第12期，印度为7期，印度尼西亚为5期。大多数报纸的新闻报道来自通讯社，不包含任何分析或评论，但他们的突出地位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战后初期，德国报纸篇幅很小，最多只有8页，其中只有2页是国际新闻，来自巴勒斯坦或印度等动荡地区的新闻，与欧洲酝酿中的冷战、马歇尔计划、德国占领区西部的货币改革，以及从1948年6月开始的柏林封锁，争夺着宝贵的版面空间。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战争即使是以最中立的方式报道，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大部分报道都与耶路撒冷有关，反映了一种基督教视角关注的焦点在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否都对圣地构成威胁。少量评论倾向于笼统的哀叹战争，并且很少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同情。总部位于汉堡的周报时代周报对以色列采取了更为敌对的立场。德国新闻界未来的女掌门人玛丽昂·登霍夫，她的职业生涯正是以这份报时的中东问题专家开始的。出生于普鲁士贵族世家的他，虽然反对纳粹，但并非共和主义者，也并非没有犯犹太主义倾向。在登霍夫看来，以色列是一个异物，它阻碍了一个地域上连绵的阿拉伯王国的形成，而这个王国本应有能力发展出由沙特石油收入滋养的独立的且富有创造力的阿拉伯政治。登霍夫写道，以色列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因为它太小了，除非禁止更多的犹太移民，否则阿拉伯人永远不会接受它。邓霍夫同时将以色列描述为苏联共产主义的集结地以及纳粹主义的延续，表现为一种有害的、极端的和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德国周刊《民进周刊》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戴维·本简·古里安描绘成英雄。《民进周刊》还谴责阿明·侯赛尼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学者和合作者，并批评美国和联合国在1948年冬末放弃对分支的支持。《民进周刊》在封面刊登了几张以色列战士的照片，并同情地记录了流离失所者努力前往以色列的艰辛历程。而反犹太主义也在该杂志中有所体现。《民进周刊》在一篇关于出埃及号上的女性乘客最终历经艰辛和漫长的磨难后抵达犹太国家的报道中写道，今天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佩戴着金戒指，修饰着指甲，化着妆，钞票在她们丈夫的公文包里堆积如山。《民进周刊》将克拉维夫描述为世界犹太人集中金融力量的地方。尽管《民进周刊》对来自欧洲的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苦难很感兴趣，但他从未提及他们为何流离失所。该杂志没有将
纳粹种族灭绝与流离失所者联系起来，而是将基督教描绘成和平的宗教，并将其与据称狂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犹太人，例如出埃及号上的难民的行为并置。《明镜周刊》和《时代周报》一样不遗余力地谴责伊尔根和斯特恩邦是头号犹太法西斯分子。在1948年，在关于分治的战争期间，德国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外交政策，但奥地利却有。奥地利驻中东大使致维也纳外交部的外交信函显示，反犹太主义正在影响奥地利的观点。奥地利驻安卡拉大使在1948年写道：以色列分为温和派和共产主义者，或者更具体地说，分为西方的具有民主倾向的犹太人和不守规矩的东方犹太人。在这些信函中，关于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的金融和政治权利的观念无处不在。人们也普遍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有相当大的财富，其中一部分财富是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移民赚取的。他们制造了仿冒的德国专利商品，与德国报纸一样。这些犹太人突然离开欧洲的背景情况也未被提及。1948年12月，奥地利驻圣座大使在一封信中提到了二战期间和之后的暴行，信中没有提及这些暴行的性质范围、受害者或施暴者。在拉丁美洲对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像欧洲的施暴者和旁观者那样感受到内疚。与欧洲的屠杀地和巴勒斯坦的战场都相距遥远，使得拉丁美洲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更加抽象。例如，乌拉圭的恩里克法布雷加特和危地马拉的加西亚·葛兰纳多都是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UNESTO 中自由派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员。法布雷加特是一位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并且对法西斯主义持敌对态度。这两种信念都源于反对弗朗哥西班牙的斗争。加西亚·葛兰纳多也是有这些政治观点，以及对英国的反帝国主义敌意。英国是邻近的英属洪都拉斯，后来的伯利兹的主人。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在整个拉丁美洲宣传推广法布雷加特和加西亚·葛兰纳多那种依恋、钦佩和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的情感融合。犹太机构，这个总部设在伦敦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准政府机构，近二战后几乎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这些团体，他们被称为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这提醒人们，在1948年之前，巴勒斯坦一词既被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用来指代同一片领土。在整个拉丁美洲，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在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拥有数百名成员，在较小的国家也拥有数十名成员。这些委员会动员了他们各自国家的社会精英、政治家、法官、教授、律师，游说各自国家的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但在拉丁美洲有一个主要的区别，那里存在着大量的阿拉伯移民社群，他们通常是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拉丁美洲的阿拉伯基督徒常常站在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后。在阿根廷，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死对头包括《号角报》，该报被描述为呼吁人类团结。4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等待援助，请慷慨解囊，帮助减轻成千上万遭受饥饿和难以言喻的苦难的儿童、老人、妇女和男人的困境。在美国，这种慈善组织和情感宣传在犹太组织中远比阿拉伯组织中更为普遍，但在拉丁美洲，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展开较量。与今天的美国一样，当时的人们也将国内政治情景投射到中东的土地上。由于来自阿拉伯和犹太团体的双重压力，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进行投票时，有6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投了弃权票。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弃权，表明他们不愿追随美国的脚步，而美国曾敦促他们支持分治，
但是我们也不应低估国内政治力量的影响。乌拉圭和危德马拉甚至在美国之前就已表示支持分治。智利总统加布里埃尔·甘萨雷斯维德拉是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参与了该国的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活动。尽管如此，来自智利阿拉伯社群的游说还是导为德拉勒政府最终在分治问题上投了弃权票。在阿根廷总统胡安·皮隆决定在分治投票中弃权，是为了承认阿根廷阿拉伯人对他政权的支持。尽管美国施加了压力，古巴还是投票反对分治。古巴代表埃内斯托·迪西戈在联合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自决权，并投下了古巴的反对票。然而，投票反对该决议的决定直接来自于古巴总统拉蒙·格劳是马丁，这是由于古巴阿拉伯人的游说以及对美国在食糖贸易政策上不满所致。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犹太社群和阿拉伯社群之间的竞争，让我们想起了今天美国国内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声音也日益响亮。与今天的美国一样，当时的人们也将国内政治情景投射到中东的土地上。正如20世纪40年代末的墨西哥外交部长海梅·托雷斯·伯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个人同情心使我倾向于理解犹太人的事业，但是历史的理性以及对德克萨斯州事件的回忆，迫使我作为一个墨西哥人去想象阿拉伯人民必然会有的反应。1947年11月，墨西哥的权威报纸《Excelsior》也将巴勒斯坦事业与墨西哥在1个世纪前失去领土的历史联系起来。一个经济薄弱且自然而然的组织性较差的民族的领土被组织严密、经济实力强大得多的群体之民，这将孕育出另一种不公正，而不是解决针对犹太人的不公正。任何在身心上都遭受过的克萨斯事件，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一切的人，都有权以各种方式成为人民自治权利的捍卫者。墨西哥本身也是一个定居者殖民国家，在被美国击败不到30年前才从西班牙获得独立。在1948年，正如今天一样，通过观察者的主体地位来解读巴勒斯坦事件是很常见的。巴勒斯坦的分治和1948年的战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1948年战争时期，构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情感矩阵、反殖民主义的愤怒和挫败感，以及对大屠杀的回应中夹杂的羞耻、内疚和同情，已被证明具有高度的持久性。以德国和奥地利对以色列的冷淡态度为代表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德国、奥地利和阿拉伯世界对犹太人渴望统治地区的幻想，也同样持续存在。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与反犹太主义的混合，并不局限于阿拉伯世界。Excelsior 是墨西哥的一家报纸，在发表社论将巴勒斯坦与墨西哥进行比较的同一天，他还发表了另一篇社论，指责犹太人在其整个历史中一再从受迫害者转变为迫害者，反之亦然。此外，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犹太人都将自己孤立起来，不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交往，更不用说融合了。由于他们的凝聚力和团结，他们能够迅速在各方面取得胜利，最终变得令人憎恨，并引发了针对他们的最非凡的暴力爆发。换句话说，根据这篇社论的观点，犹太人罪有应得的被憎恨，并且是自找的迫害。也许不是因为杀死基督，而是因为他们一贯的成功。在以色列建国和灾难日前夕，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巴勒斯坦抱有强烈而复杂的情感。那是如此，现在依然。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热情、反犹太主义和亲犹太主义、反殖民主义、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利己主义，所有这些都塑造了世界各地人民看待这个地区的方式。圣地对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所具有的非凡象征意义，一种对犹太人的迷恋，甚至是痴迷。这种迷恋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含义，以及反帝国主义原则和出于以色列之外的原因对美国的愤怒。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关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烈且持久的激情。
巴勒斯坦已经变成了一张羊皮纸，世界各地的人们将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投射到其上，从而又增加了一层投入以及常常是扭曲。战后初期，人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情感的规模和强度，这些情感是由多种相互交织、力量和强度都独特的历史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创造了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情感黑洞，而这个黑洞一直延续至今。巴勒斯坦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如何塑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巴冲突不仅仅是一个领土争端，而是一个承载了复杂历史记忆和情感纠葛的情感刺激。之所以没有将全球对以巴冲突的反应简单的归类为支持以色列或支持巴勒斯坦，而是细致地展现了不同地区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的细致入微和多样的情感光谱。这有助于我们避免简单化和标签化，更全面地理解全球舆论的复杂性。要理解以巴冲突，不仅要关注政治和军事层面，更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情感动因，以及这些情感是如何被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塑造的。